今天俊谷是来到了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，这个地方啊非常的有意思哦，它是一个3省交界的地方。那么我现在所站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属于湖南省的花原县茶洞古镇，河的对面就是重庆市的秀山县红安古镇，这座桥的后面就是贵州省的松桃县。听到了吧？这个就是真正的鸡鸣3省了。由于这里呢是地处3省的交界，所以呢它奇特的地方啊特别多啊。它有一脚踏3省，还有一口吃3省。我看到这一艘拉拉渡过来了，我准备坐拉拉渡过去重庆那边看一看。我扫码支付。原来就是靠一根木头来拉的。叔叔一天要拉多少趟啊？有人就拉。有人就拉，不管多少趟。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：在边城茶洞有一个船总，他有2个儿子。大儿子天宝，小儿子挪送，2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女孩，名叫翠翠。翠翠有一个爷爷和一只小黄狗，爷爷是个拉拉渡船夫。翠翠的母亲在15岁的时候爱上一名汉族军官，2个人偷偷发生了暧昧关系，并且怀孕。但是由于世俗的原因，不允许2人通婚，最后2个人纷纷殉情而死。由于女方已经怀孕，所以在人世间多停留了一段时间。等到生下翠翠后，便也相继殉情了，留下了爷女俩相依为命。速度还是非常快的，大概2分钟不到就过来了。一过来重庆这边就被这栋比较老的建筑给吸引住了。上面写着很多大字。刚刚这个小船呢是叫做拉拉渡，反过来呢就是杜拉拉了。这个名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在重庆这边呢就是红安古镇了，在这个镇子上面呢也是有着很多的老建筑。过到重庆这一边呢就可以吃到一口非常正宗的老渡口火锅了。我们继续来逛一逛这个镇子。有一座3不管岛酒店，因为后面呢就是一座小岛了。这个岛呢刚好是夹在贵州、重庆还有湖南的中间，所以呢他们称作3不管。3不管岛这座小岛在解放之前呢，一直都是悍匪、山贼还有一些犯命案的逃犯的逃亡之地。在历朝历代，如果说民间有纠纷或者是矛盾得不到解决，那么矛盾的双方呢就会相约到这个岛上来一决雌雄。因为这座小岛它是在3省的交界地，所以它的权属就有点模糊不清。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呢，基本上四川、湖南、贵州3个省的衙门都会不管，所以产生了什么后果呢，也是无人问津。那么这座小岛呢，也是因此而得名。这个曾经民间一决雌雄的地方现在就成了一家3不管酒店了。那么现在这个3不管岛这个名称更像是一种调侃的说法，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法治社会了，只要是咱们中国的领土都是有法治的。虽然这里仍然是叫做3不管岛，但是呢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真的是3不管。虽然船总的2个儿子都喜欢翠翠，但是翠翠却只喜欢挪送一人。挪送也知道翠翠喜欢的是自己，但是由于天宝和挪送是亲兄弟，又不能决斗定胜负。另一边，翠翠的爷爷也一边给天宝出主意，一边又想着挪送的好。而情窦初开的翠翠，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痴心爱情，也不知所措。一次次含蓄埋没，躲避推脱。而2兄弟中的哥哥，因为得知翠翠心里喜欢的是弟弟挪送之后而赌气，
在极度郁闷的状态下，跟着货船下川东，在途经青浪滩的时候，不慎落水淹死了。罗宋为哥哥的死感到极度内疚，对翠翠的情感也随着哥哥的死而随之淡去。伴随着这复杂的情感，罗宋远离了家乡，只留下翠翠和他的小黄狗在岸边苦苦等待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就回来。这就是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真爱情故事。我看到在重庆这边有很多卖竹制品的，这么小的箩筐，还有这种圆形的小腰包，精致小巧的背篓。阿姨，这个是叫做织锦对吧？对，这叫织锦土家族。哦，这个最终织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衣服的边缘或者前面有个搭子。哦，有个搭子。对，前面就是这个裙子，裙摆下的。哦，就是衣服的装饰。对。哦，原来是这个。那上面有成品，你可以看一下成品。哦，就在上面对吧？对。好的，好的，我过去看一下啊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哇，这上面还有更多。这原来是一个技能培训班啊。我现在要准备回去湖南那一边了，再做一次拉拉肚。现在又回来茶洞古码头了，现在一起来逛一逛茶洞古镇。你画的是翠翠，还有她的那条小黄狗。我看到这条街上有好多活鱼馆啊，其实就是吃角角鱼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一口吃3省的火锅。晚上我们再回来这里尝一尝一口吃3省的火锅是什么味道的。我发现茶洞古镇这一边的环境呢会更加好一点，因为它有一条沿河边的街道。对面那一座岛啊是叫做翠翠岛，上面呢是有一个白色的雕像，是翠翠牵着她的小黄狗。茶洞这特产的店铺啊，下面呢也是放着一些竹制品。我发现，在清水江的江边呢，是有几栋这样的吊脚楼，非常的有意思哦。它的吊脚并不是立在地面上，而是立在墙壁上。这样看的话呢，就有点像是悬空寺。而且呢，他们把门呢也是修得比较高，是需要借助这个梯子啊来去上下。
他们把吊脚建成这个样子啊，其实也是为了防洪，因为这些房子呢就是在清水江的江边上。不要看这些房子古色古香啊，其实呢都是在最近10来年才建的。因为我刚刚在吃冰凉粉的时候呢，听阿姨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我们沿着清水江的江边去白塔那里，到翠翠家做客。在这里我还发现一个很大的水碾房，下来看一下。这个碾子是用一整块石头做的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怎么用过，因为它的边缘呢，并不是很光滑，也磨得不圆，所以呢，这个大概率就是做来给游客看的。下面就是一个水车。我发现在路边上啊，还有一个药王洞，现在是处于一种被考古的状态哦，被围起来了，所以呢，就不要再进去里面看了。里面呢，就是有几个洞口。药王洞遗址，白塔就是从这里上去。这座房子就是翠翠家了。这座房子还是挺旧的。这是大门。你好，请问翠翠在家吗？轻轻打开门。这座房子是空的，跟大家开一个玩笑，翠翠当然是不在家了。翠翠家已经结蜘蛛网了。右手边是一个灶台，后面就是翠翠的卧室。这个房间挺小的，大概只能放2张床。这里还摆放着2个很新的架子。这个地方就是火塘，上面还有一个架子。架子上面呢是放着一张凳子。这个房间应该就是翠翠爷爷的房间，挺暗的。好，我们先把门关上。上面就是白塔了。这座白塔是有5层的。刚刚我在下面吃凉粉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打听到了，原来这座白塔还有下面那座翠翠家那座房子啊，都是在最近的10来年时间里面新修的，都是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而去打造的这样一个人文旅游景点。如果翠翠能够勇敢一点，向爷爷表达自己对挪送的心意和立场，也许等待她的就是柳暗花明的幸福。挪送作为理应主动的人，却总是瞻前顾后，考虑得太多。明明知道翠翠喜欢的人是自己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谦让这份感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天宝的死和他的优柔寡断也脱不了关系。天宝明知道翠翠不喜欢自己，但是却赌气离开，因为不冷静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这原本是纯真美好的爱情故事，但最终却由于各自的优柔寡断而演成了一场爱情悲剧。而我的观点，做人一是要，一是不要，对待感情亦是如此。爱情是2个人的付出，2个人相互吸引对方，而绝不是1个人苦苦追求。就算最终感动对方，也只是得到对方的感动而已，而绝不是喜欢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前提是找到能和你相互吸引的那个人。